进行处理的过程。有关小朋友耳朵里这个耳屎怎么办啊？这个话题说过非常多了啊。假期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啊。这个我在之前也解释过啊，多数的孩子不需要刻意的去清理，不管你肉眼看上去有多少。如果孩子能够稳定的配合，可以试一试啊。但如果孩子哭闹的厉害啊，没有办法配合医生操作，那就不要去强求，因为强行给他清理，对孩子来讲没多大意义啊。第一，这个单纯的叮咛对听力的影响啊，可以忽略不计。孩子呢不会说是因为叮咛堵了影响他的日常交流，这是不太可能的。当然，如果孩子本身中耳有问题或者内耳有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要观察他的中耳炎，因为有些儿童啊，这个分泌性中耳炎是很常见的啊。有的时候这个孩子突然觉得听声音不好了，到底是内耳的问题还是中耳的问题？那么可能还真的需要去清理一下啊，除非这个就日常言语交流明显发现孩子反应迟钝啊，这个时候可能才会需要刻意的去清理它。但是前提也是这个孩子需要能够配合啊。你看开场的第一个啊，是一个4岁多的小朋友，当时其实是我几个月之前啊清理过，你看上去很容易，一钳子就夹出来了。但是那是之前弄过的啊。儿童的这个外耳道呢，叮咛分泌要比成人要旺盛很多啊，旺盛很多。所以呢，像这个啊，这是个2岁的孩子啊，他这个也是堵得满满的。他倒没什么听力方面的问题啊，主要就是老掏耳朵。其实这个抠耳朵这个事儿跟叮咛多不多啊，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就即便把它清理得很干净啊，他要觉得痒啊，该掏他还是会去掏的。你这个耳朵里是人身上最容易出现痒的问题啊。通过现在看呢，没有明显的湿疹真菌都没有啊，就是一个单纯的叮咛块。如果孩子能够配合啊，那我们就去处理；如果他配合不了，那就别去强求啊。这是说过可能好几百遍了吧，上千遍都有了。关于这个滴耳朵药水的事儿啊，还有什么滴香油啊，这个我的怎么说呢啊？它不能说是个错误啊，但是有可能会有几个问题啊。不管是滴香油这个呢，民间的这个土办法啊，不应该由医生来说，不应该由医生来说。这医生如果要处理的话，应该使用一些滴耳剂啊，碳酸氢钠滴耳剂。滴进去以后啊，确实有可能会软化这个叮咛啊，那么方便我们医生用吸引器去把它抽出来啊。这个之前视频里也有，因为你像看现在这个孩子，这个明显是一个干块啊，这个用钩针也好，钳子也好，操作的时候它会比较疼。看这个孩子就是啊，太小了，才2岁啊，这个器械一稍微接触他的外耳道，他就有点坐不住了啊，这种就不要去强求了。然后我刚才说到这个关于软化的这个问题啊，你不管用什么液体啊，确实有可能可以软化，但是同时也面临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块比较大啊，就像类似比这个再稍微大一点，这干块一旦被液体浸泡以后会膨胀啊，膨胀以后有一部分孩子就会觉得很疼啊。这个他如果本身就很难配合啊，这时候你再点药把它胀开以后，他可能更不让你动了啊，这就会更加的困难，到时候就会把孩子和医生晾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啊，一方面哭闹的，一方面他又不让你动啊，这是一个问题。像这个孩子就是啊，他那边就不让动，那么那种干块边上明显有缝啊，也不是说完全堵死，又不是有外耳道胆脂瘤啊，日常言语交流基本正常，就不要刻意的去清理它了。那边呢，等它大一点，一部分呢能够慢慢看能不能自己掉出来啊，或者是能够忍受力、耐受力好一点啊，再做进一步的处理。
像这一侧呢它还行，这一侧呢相对软一点，用钳子啊一次一次，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把孩子摁住啊，医生一下就能弄出来，这个是要做，而且这么点小孩，自己家亲生的孩子，有几个能把孩子摁得纹丝儿不动啊？你除非说是把他捆到那个椅子上啊，怎么不太可能啊？孩子只要在晃动，这种做操作都是不安全的，不管你是冲洗也好啊，还是用吸引器去吸也好，那都是不安全的。所以说，不管用哪种方法啊，一定要考虑孩子的配合的情况啊。至于家长那个就更别瞎胡闹了啊！你们有的我看经常有人家长在我的微博里嘚瑟，哎，你看我掏出来的发一照片，我就实在懒得搭理你们啊！你掏出来那点东西都无所谓，可有可无啊！真正如果说东西多，那里头还有的是，你弄不了。这种无照驾驶啊，盲目操作的话，很容易损伤。我经常有这个家长在我的咨询平台上问，哎呀，说这个掏耳朵的时候不小心孩子耳朵破了啊，甚至有的还遮遮掩掩的啊，不好意思说开始什么原因，后来问，连续问几下才说是自己掏耳朵掏破了。你说你们手欠，你惹那事干嘛，对吧？没那本事就别去瞎搞。像这边满满的啊，没有这些工具，没有这些东西，就别瞎胡闹啊！滴香油那个事儿也是这样啊，你滴完它如果胀开了，孩子不舒服啊，到时候反而更难受。所以说，如果他不配合，不要去硬搞啊。如果孩子说还行啊，配合的还可以，那你要家长愿意接受说点完药耳朵还会更疼这种局面，那就试试。你如果接受不了，那就最好别动啊。现在这个家里的不有的时候不像以前老说家里就一个，现在又有二胎，你二胎那一个孩子也是宝贝啊。家长都年轻气盛的，有时候医生处理稍微有点不合适，我这边还可以，到我这来的大部分都是在网上老看视频的粉丝啊，对我都比较了解。我们这行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给小孩清理耳朵，另外一个是拔鱼刺儿，这两个就是都普通人觉得很轻松的这件事情是最容易引发这个矛盾的啊。经常有的时候这个恼羞成怒的家长把大夫打了的多的是啊。这孩子还行啊，这个能够老老实实的把右边啊给弄出来。最后上钩针了啊！你那边试了一下，那边他孩子根本就不让动啊，这边这个相对软一点，这个很危险啊，这个千万不能随意模仿。说实话，我干这个都是冒险，因为这个家长是粉丝啊，这互相可以理解。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完全不知道我是干嘛的，我可能不愿意去轻易下这个手啊，因为后果很难预料。整个铁钩子在里头，孩子如果突然转头，这个噗呲就捅进去了。你们看着好像，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自己没孩子的人看着可能好玩，有孩子的人我估计看着都有点心惊肉跳。我这个耳内镜是2.7毫米的，你可以看看这个耳内镜伸进去以后啊，周围就很难有别的东西再进去了。所以这个器械操作都是内镜在后啊，器械在前。至于网上卖的这些内镜啊，可以看啊，对于有真菌啊，有像外耳道胆脂瘤啊，或者中耳炎啊、鼓膜穿孔啊，类似这些病例的朋友，可以备一个啊，可以备一个自己看。但是呢，不要去操作啊！提醒你们很多次了，不要去操作，那东西不是让你操作的，只是用来看的啊。耳朵如果没事儿，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或者是说曾经在医院检查，基本上是正常的，就没必要买那种东西了啊。
看这孩子其实在这会儿已经有点躲了。有的孩子是这样，这个孩子就是啊，他也确实不舒服，他也有点哭哭啼啼的，但是他不动，他老老实实坐呢，啊，又哼哼唧唧的抽泣啊，这就不一样啊，这是个2岁的，你看今天来了一个4岁的，4岁的5岁的吧，根本就不让看啊，你别说操作了，往椅子上他妈往椅子上一放就要往外跑啊，也有可能之前打针或者什么被医生给弄怕了。所以这种就没必要了啊！小孩跟挖聚宝盆一样的，连续弄出了不少的东西。好，这个鼓膜已经完整的显露出来啦。今天的这个呢，主要就是有几个孩子啊，几个孩子的定龄操作啊，简单的说了一下儿童啊，什么时候应该去动，什么时候最好别动啊。处理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哪些情况啊？像后边这个就很容易了啊，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啊，这个咔嚓就拿出来了，干净利索，然后再伸进去检查一下鼓膜就没问题了。对，这个孩子好像之前有过中耳炎啊，他是过来复查的，这个也是之前清理过啊，清理过这个丁宁，后期又重新长。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轻轻